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呀，也是让他吕德光给害的吧？听说这次差点还送了性命，是吧？可不是嘛，陈师傅都昏迷了好几天。哎呦，这个吕德光啊，害人不浅呐。林总，你别难过。就算千疮百孔的感情背后，也是有温情的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前提是不涉及个人利益。我跟石红杏，我们俩跟您能有什么利益？我们俩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弄明白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林总，没人想算你的黑账。我跟红杏，我们俩是真的为你担心，我们希望你给我们解惑，你应该相信我们俩。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在您这儿吃饭，也是我们三兄妹。您为我送行，咱们聊得多愉快。你还提醒我要有担当，要做领头雁。齐本，你真是让我大失所望啊！集团的战略决策，你不但质疑，你也不安安心心的去执行，就因为牛俊杰等人的一些牢骚话，你就找不着北了，就怀疑集团战略委员会的决策，甚至怀疑到我头上。你从云南跑到北京，非要搞什么审计交接，被靳志远耍了一圈之后，仍不醒悟。林董，二级公司领导人离任后审计是由集团公司实施的，这是我的错吗？不落实这项工作，前任的问题就得有后任承担，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？每一个前任的问题不都是后人承担吗？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齐本安怎么就不能承担？你就不能有点担当吗？我要承担的也是党纪国法允许内的责任，而不是任何小团体的无限责任，更不是对违法乱纪者的包庇和纵容。所以直到今天，你都不肯在交接审计单上签字。没错，因为很多事情没搞清楚，有疑问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回来吧，回集团来吧。陈局长，我先声明一下，我是能理解你的。你一不贪污，二不受贿，就是因为懒政，给德光书记啊一路到底。你对他有情绪，接着328事故啊，要跟他血拼到底，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就是，程师傅，这个吕德光他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一手遮天呀，他要把我往烂泥里踩呀。哎，你说那么多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他不抓，偏要在我身上做文章，哎，这下好了，328一声爆炸，他的政治前途也全完蛋了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天不容奸。陈局长，那328的事故，您心里就一点都不内疚吗？您也在我们这儿当了那么多年的区长，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啊，以前没少给你写信。是啊，程师傅您说的对，我还真挺内疚的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你看看，我就知道您是通情达理的。哎，通情达理也晚了，现在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。回集团的意思
是不是就是说想把我从荆州中福给拿下来？那得看你是否履行集团战略委员会的决策。前段时间，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，集团战略委员会对荆州能源提出资产重组方案。我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业务干部，经过深入了解，提出自己的疑义，不可以吗？可以。可是你一直在疑虑，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动作。我们有动作。我和荆州能源拟定的重组方案早就报给集团了，但集团一直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答复。哦，刚才倒是有了一个答复，但却是追究石红杏的资产减值责任。国有资产发生人为减值，当然要追究责任，这在集团有明文规定，没什么可说的。真稀罕呀！你还知道保护自己的师姐？那么，按照战略委员会的方案，把京丰京盛矿15亿转给长明集团，不同样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吗？而且是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如果说由荆州中福原价收回，起码将来还有回旋的余地呀。是啊，林董，我们想不通，47亿从长明集团买来的东西，5年过后，15亿又卖给了长明集团，我们没法交代。而且，对上对下，这也绝不是一个法国化妆品公司的交易案例能解释得通的。你能帮上我们忙，能帮上我们大忙。陈区长，你知道吗？通过328事故啊，吕德刚书记啊也后悔了，觉得耽误了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，所以呢，最近他微服私访，到我们棚户区，听说啊，要拆迁了。不会吧？他吕德光肯定是要撤职下台的，他就算想干，他也干不了了呀。他想干还是能干的。他说了，就是下台，也要在下台之前把那24号文件啊给废除了。他就是不干了，也要到我们棚户区来搞拆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除非他吕德光是个疯子。他就是疯子，也是为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疯的，老百姓支持他，所以陈区长，您别告他了。我试着解释一下集团的方案，看看是否能够说服你们2位。好呀，林董，你就给我们解解惑吧。对，您给我们解解惑，我们洗耳恭听。对红杏是解惑，本案对你啊是讨论，平等的讨论。林董，在你这儿，我能奢望平等吗？在真理面前，人人平等，没有什么奢望不奢望的。好，您讲。荆州能源是上市公司，当年转让京丰京盛矿是市场行为，现在转让京丰京盛矿也是市场行为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就像买卖股票，亏盈买者自负。是啊，证券交易所进门就是这句话：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慎重。由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，无法追究。就说王平安吧，在上一次的股灾中，一下就亏掉了15个亿。我当时发狠，我说要枪毙他，实际上我能枪毙他吗？根本就没法追究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荆州能源把京丰京盛矿15个亿转让给长明集团，是市场行为，谁都没有责任。反之，如果荆州中福47亿收回了，是非市场行为，就要追责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本安，你终于听明白了。
我的天哪，真不容易。但是林董，荆州能源的社会股东的投资，能这么玩吗？中小股东的钱也是人民的财产。我们集团通过控股的优势，47个亿把矿买进来了，15亿卖出去，是，虽然是随行就市，也不会受到集团层面的追责，可是中小社会股东的损失，那就太大了，他们不会答应的。不答应又能怎么样呢？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啊？陈区长，您知道吗？棚户区的老百姓多么盼望拆迁，白天里想的、夜里梦的都是拆迁，想住新房子。尤其是这次3·28事故以后，这种心情啊更迫切了。您毕竟也当过多年党和国家的干部，您心里肯定也有老百姓。您也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吧？是啊，程师傅，您这句是一句有良心的话。其实咱们很多的领导干部还都是好的，根本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专门欺压老百姓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我们的心是相通的。所以您就别揪着德光书记不放了，就让他为棚户区的老百姓再做一件大事好事，啊！程师傅，就算我不告他吕德光，他还是要倒台的呀。就算他倒台，也请您高抬贵手，别再告他了，行吗？程师傅，只要是他为我们棚户区老百姓干好事，我就不告他了。是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但是说句难听的，说句不客气的，林董，我们企业作为国之重器，不能自毁形象啊。形象，形象，市场从来不讲什么形象，只讲输赢。问题是，就算不讲形象，最终我们谁也赢不了。这个市场垮掉了，谁都没得玩了，大家都是输家。如果按照集团战略委员会这个政策执行，我们最终也还是输家，因为荆州中孚毕竟控股荆州能源。另外，还要应对一堆的诉讼，可能先是香港，然后是国内。所以林董，您能不能再想一想，跟咱们集团战略委员会再研究一下，是否一定要15亿把这2个矿的矿权转让出去？是否一定要转让给长明集团？谢谢您，陈区长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那就说定了啊，哎不告了啊。不告了，不告了，我这也该下班了嘛。我这是上来那门子班呢。哎，程师傅，来，程师傅，我来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你在几号病房啊？我自己走。啊，是在前面吗？对对对。集团战略委员会做出的决策具有权威性，必须要坚决执行。不过，转让对象可以不是长明集团，转让的价格也可以不是15亿。林董，你总算听进我们的意见了。我跟红杏，我们俩这趟北京也没白来，真的。我们俩没别的想法，我们俩真的就是为你好。你真的15亿转给长明集团，你说不清的。是啊，荆州中孚一直有议论传你跟傅长明的事儿。有议论就行，决策者就是要不畏人言嘛。但是林董，你也不能无视这悠悠之口啊！你就不反思一下，为什么钱荣成一提到长明集团的交易费用，我们就疑惑了呢？是啊，林董，你刚才很伤感，我们也很伤感。你现在位高权重，听不到一些真实的意见。我们是自己人，可能会直言，
也会逆耳。就像那个路建设，群众反应这么大，你说用就用，影响你的威信，我还是建议拿下来。陆建设不是你提议把他提上来的吗？你让我林满江做事跟你一样啊，手足两断。用就用，不能毁棋。如果你走了，臭气也不回气。黄静儿，你想简单了。林董这是在献一盘政治大棋，你这么做是将林董的军啊。没错，我从来没有毁棋的习惯。我让林满江把陆建设拿下来，你也不配合我。我的傻姐姐，你可真敢想！你还没看清楚吗？人家就是想拿陆建设牵制我跟老牛。陆建设这阵子不一直在查老牛的腐败吗？那你还不准我们家老牛辞职？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辞职。先让他在医院待着吧，起码可进可退。以后的事走着看吧。也是，老大现在烦死牛俊杰了。好在这次没再让我离婚。放心吧，以后啊，他再也不会让你离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林满江已经不把你当他的人了。你呀，现在跟我的待遇差不多了，看着很近，其实很远。不会吧？咱们今天对他可是推心置腹啊。可他不这么想，他认为我们今天就是来向他逼宫。皮蛋，你明天找一下傅昌明，把相关情况告诉他。有齐本安和牛俊杰堵着，再想15个亿把京丰、京盛拿回来，不太可能了。让他稍安勿躁，再等机会吧。大哥，你把齐本安和牛俊杰拿下来了？没那么简单。纪检委张继英一直盯着我呢。皮丹，你告诉傅昌明，一定要处理好钱荣成这个麻烦。明白，明白。大哥，钱荣成的事儿，他们已经在处理了。情报可靠吗？可靠啊！这回黄清源跟他老婆真的要回来了。我们公司有一个卧底导游叫小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从他那里拿的情报。黄清源跟他老婆呢，会从澳大利亚悉尼坐飞机去香港，然后再由香港转机回绿洲。如果飞机准点的话，今天下午4点整就会到。而且这一消息也得到了我在旅行社朋友的确认。那还磨蹭啥？快去，通知绿洲法院执行局执行黄清源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？那执行局是你招之即来的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亲自去一趟。这样吧，先去机场扣下黄清源，再通知执行局。别冒这个险了。
那万一黄清源再给我们来一个非法拘禁的罪名怎么办？有道理啊，这个老赖上次还报了案。先去吕州。走。啊。秦风，辛苦你了，你简直就是个福尔摩斯，死盯黄清源不放，一路追击，排除万难，而且还非常的守法。首先是我放走的黄清源，是吧？我心中有愧，所以我一直想戴罪立功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不是希望咱们天使公司有更长远的发展吗？那如果要在海外上市的话，咱们就一定要遵法守法，千万不能留下违法记录。所以我们要习惯做一个守法的讨债鬼。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哈，我觉得虽然在外人眼里你是个讨债鬼，但其实呢，你还是一个律师的灵魂，在你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崇尚法治的血液。所以那个所谓的讨债鬼的外表，只不过是你的保护壳，你的伪装。这个世界很无奈，这个世界很奇怪。我们知道黄清源从国外回来了，如果我们不去堵截，那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肯定不会主动去执行。我们去堵截，扣住他，超过一定的时限，那就属于非法拘禁；而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把他扣下了，关在拘留所里，那就属于司法拘留，合理合法。没错。哎，现在法院执行有多难，这真的是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死扣了。我记得列宁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。列宁，你对他还有研究呢？不是俱往矣的事儿了。在学校那会儿，我一度是伊利奇的粉丝。是吗？这一个人啊，我知道，真好。好。国有企业在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坚作用。但面向未来，国企改革之路任重道远，加强党的领导，落实反腐败工作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，仍然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。这个绞车是2010年重置。自从京丰京盛矿收进来以后，我们荆州能源在这2年里陆续投入了5个亿作为设备更置费用。说是47个亿，收让了这2个矿，其实根本就不止这个数。副科长，来一下。好，那我失陪一下。怪不得长明集团又盯上来了，原来这里边还有个设备更置费用。像京丰矿，设备更置没用几年就停产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这傅长明也太黑了吧，林满江也太混账了吧。老牛，咱们说傅长明就说傅长明，跟林满江有什么关系啊？集团战略委员会不过就是出了个方案嘛。不是停产了吗？这些水泵怎么都还开着？哦，祁董，不开不行，不开这整个大井和香道就要被水淹了。哦。这些电箱也都是同一批的设备。是祁董，你看看设备的出厂年月和编号就知道了。那都这么开着。得造成多大的浪费啊！所以啊，京丰矿明知道亏本，也得继续开工生产啊。吴主任，你不想干了是吧？准备随时滚蛋。如果陆代书记要问起来，你就告诉他，这是京珠能源的牛俊杰专门派人送来的，啊，大伙儿的眼睛全都盯着他呢。咱们有办法吗？不，那你这……你赶紧滚！祁董，你现在都弄明白了，那我可就放开说了。
林满江他就不是个东西。哎，什么市场变化，什么随行就市啊？他这些话也就蒙蒙我那傻老婆石红杏，我估计连皮丹他都蒙不过。这些重置设备，评估的时候根本就没算账。这不到15个亿的资产评估，谁搞的？八成跟长明集团有关系吧？林满江也让了一步，说可以不转给长明集团。是吗？那好啊。过去咱挨这一刀不算了，哎，咱现在啊少挨这一刀起码。不过老刘啊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京风京盛可能不是什么包袱，而是一笔可以增值的财富，你信吗？齐董事长，齐大人，你说的好听，但是增值谈何容易？听着，这次经过更深入的了解啊，我感觉不像上一次那么糟糕了。而且啊，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市场的确非常低迷，可现在市场不好，不代表未来不好。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，比如煤电一体化，展开深度合作，京风京盛也就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这倒不错啊，煤电产业深度融合，还真是能有恃无恐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我们牛总不糊涂啊。你是？啊，那个牛总人呢？啊，牛总啊，他每天早上挂完车就走了，从来不在这儿住。哦，你跟他说一下啊，陆建设书记来看望他了。啊。裴主任啊，你猜的一点没错，牛俊杰铁了心了要跟我们讨论到底。我刚才买了东西，特意来看他，根本就看不到人。我一了解才知道，他又跟齐白下矿去了。齐本安、石红杏、牛俊杰，他们3个已经搞到一起了。他们一致向领导逼宫。领导现在很恼火，而且我觉得领导啊，现在随时都可能爆发，就差一个火柴，甚至是一个火星子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明白。副总，黄清源打电话求救，说是在吕州机场入境通关的时候，被吕州法院执行局还有荆州天日商务公司的人躲过正着，现在是进不来，出不去。他希望您能给吕州的相关领导打个电话，帮他一马。这个黄清源呢，他怎么就不听劝呢？他怎么非要回来呢？是啊，我也骂他了，问他，他说吃不惯国外的伙食。好啊，那就去拘留所里去吃牢饭，或者到天使公司去吃狗粮吧。我就这么回他？就这么回他。有钱不还当老赖，那该有报应。胡总，黄清源其实没什么钱了。他说，甚至连公司都抵押给天使那帮讨债鬼了，还有办公用品、家具都让债权人搬走了。你听他胡说吧。他在我们长明保险的股权就值2个多亿。清源公司资金链断了以后，黄清源立即把股权转到他岳母的妹妹名下了。啊？还有这事儿？可不就有这个事儿吗？财务公司吕总监帮他办的。为这个事情，我还把吕总监给批评了，罚他抄《金刚经》呢。人呐，做人做事都不能这么无耻无赖的。就是，那就让黄清源去拘留所反思反思。叫他出来也可以啊，
那就让他出让长明保险的股权，还债吧。明白了，副总，那我这就给黄清源回电话。刘总，那就算了，我宁愿去拘留所里吃牢饭，也绝不出让长明保险的股权，那是我的棺材本儿。黄总，不光是法院执行局，还有天使那帮人在等着你呢。所以副总的意思，你还是把债还了吧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挺过去我就赢了，爱拼才会赢。老子这次拼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我他妈滚刀肉了，我看他们怎么办。哎呀，清源，你干嘛把话说得那么死嘛？石总啊，这要出去啊？去哪儿啊？有事儿说事儿。啊，咱们班的成员是不是得碰个头啊？碰吧，你跟秦班定下来通知我。啊，你提醒一下你们家牛俊杰啊，要住院就住院，你别打着住院的幌子干一些不住院的勾当，你让林董生气的勾当。牛俊杰怎么勾当了？你去调查他了？还用调查吗？群众反应很大，你这要干什么去啊？干什么去？还要告诉你吗？哎，碰头的事别忘了。什么素质？谁干的？清源，你当真要去吃牢饭呢？我想好了，挺过一阵子，幸福一辈子。要我说，怎么过都是一辈子，咱还是别挺了。不，走，出关。走啊！黄金元，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，被司法拘留了。这是拘留决定书，请在上面签个字。好啊，来，把我抓起来吧。来，签字啊！来，黄总，这回轮到我们报案了。你就是报案，我也没钱。我现在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有的是钱。我们已经证实到你在富长明的长明保险公司持有2000万股的股权，并且把这些股权全部转移到你一个亲戚的名下了，是不是？你胡说，你胡说八道！江冲，你现在为虎作伥了你。嫂子，你好好劝劝他，法律不能当儿戏。不要劝我。走，我跟你们走。这个齐本安啊，就是不顾大局。自从陆建设上任以后，没有一天不受齐本安的气。哎，就连上任时表态性的讲话都没给机会发表。哎，这个齐本安和石红信也不找陆建设研究工作。不过这个陆建设是个好干部，他承受能力挺强的。不过这个齐本安也够绝的呀，啊！行，不说他了。牛俊杰现在怎么样？牛俊杰住院是假，已退为净时诊。据陆建设说，他最近一直和齐本安下矿，今天还去查看了最近几年重置的设备，估计又要什么新的想法。齐本安一直是个有想法的人呐。皮蛋，我告诉你，整个集团如果说还有我暗中佩服的人，齐本安算一个。
做人做事的。别的债权人咱们就不说了，就说我吧，我可是他老同学啊，一把把我所有的家产，基本上全给骗光了。虽然说，之前公安机关帮我追回了20万，但是他现在还欠我31万多呢。你要说他真没钱，那咱们就算了。可是现在已经证明了，他旗下有2亿多的股权，你说咱们能不追吗？那吕州法院的人也不可能放过他了。他如果还像现在这样，不执行判决，15天以后等他出来，他还得再进去，最高可以判他2年有期徒刑啊。可能还不止。你们这都是哪儿来的信息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这笔股权？我们专有个调查部，你知道吗？你手上有护照，人民币、外币也不少，够你住几个月快捷酒店了。你好，请慢用。你好，请慢用。哥，我可是找大师给看了，还真有孽障克你呀。这孽障啊，先是北边，后来跑南边去了。大师说了，孽障南去，对你是非常不利。行了，你也别大师了，你还不如说，那个孽障是齐本安不就完了吗？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哥。佛家不打诳语，佛意非我意，孽障是谁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南来也好，北去也罢，皆是命中注定啊！什么命中注定？无非是见招拆招罢了。唐明，既然那个大师没说孽障是谁，那你为什么不怀疑钱荣成呢？钱荣成现在就跟疯狗一样，逮谁咬谁，替他有啥用呢？你不要小看一条疯狗，他成不了事儿，但是他会坏事儿。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说这个钱荣成，包括细节，尤其是细节。钱总，牛记者到了。钱总。牛记者，你好，去搬把椅子。你好。哎呀，在这里见你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们的荣成大厦被查封了，你自己也东躲西藏了。哎呦，我现在被这几路讨债鬼追的呀！来，坐。来，谢谢啊。坐。坐。你下去吧。走。哥，钱荣成这个奸商是成精了，热心搞腐败，总是靠送钱送礼开路，为了自救，啥招都用上了。他不光敲诈我们，敲诈了忒多人了，积怨很深。没准哪天呐，就会被某个猛人给他做掉了。他的腹黑程度，你可能想象不到啊。可不是吗？哼，钱荣成现在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哥，你的意思？不要和这种没有底线的人纠缠。长明，你不是信佛吗？你听我一句劝，就算是我们在佛祖面前布施了，